女人结过2次婚，依旧还是个处女。每当要洞房花烛时，2任前夫无一例外全都命丧黄泉，就连瘸了腿的瞎子也不敢娶她入门。可女人今年再不成婚，就要送到官办的青楼里。刘言，看样你今年还是嫁不出去了。谁愿意要你这个克夫女啊？别再把男人们给吓着了。李家哥哥，你把我娶回家行不行？一个克夫命，一个死穷鬼，你们俩可真是天生一对呀。李丰年那个狗窝，刘言这丫头也是命苦，我都怕她嫁过去饿死。我虽然有几个短命符，但还是完璧之身。我也知道我配不上李家哥哥，但我真不想被卖到青楼，求求哥哥娶了我吧。不是吧，这么漂亮的女孩居然会没人要？李丰年因清明节祭祖，一不小心跌落山崖，从现代穿越到大景王朝的一处小山村里。家中穷的可谓是老鼠来了都摇头，本想躺平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官府发的老婆不要还不行。李公子娶不得，这女人娶不得呀。是啊，李公子，您身子骨本来就弱，万一被这狐女给克死了都不值当。这女子我娶定了，谢谢大伙的好意，就算被克死了，兴许也是我活该吧。走，我带你回家。多谢李公子。刘言快步跟上李丰年归家的脚步，又怕跟得太近，小心翼翼在后面走着。不管李丰年的家境如何，现在木已成舟，也算了结了自己的一门心事。相公快去歇息，我先去把院子打扫一下。这么好的婆娘去哪找啊？不用打扫，前几日家里就已经没有米了，明日我会想办法的。你要嫌家里穷，随时都可以离开。相公，求求你别赶我走，别把我退回去。不是要赶你走，咱俩岁数相差不大，你也别叫我相公了，你就喊我一声李哥就行。只要李哥不赶我走就行，家里这些琐事您不必挂心，我明日就去市集赊些针线回来，日夜赶工，应该能足够补贴家用的。行吧，那我去找找张叔借点粮，好歹今天我们俩结婚，总不能饿着肚子。奴家知道了。李丰年找到张叔家，借了2斗粗粮，还有1尾张叔刚打的鲤鱼。回来之后，简单的处理了一下，放到陶罐中炖，翻遍家里的瓶瓶罐罐，找来最后几粒盐巴，一股脑都放了进去。李哥，以后做饭这种小事还是让我来吧。谁做都一样，赶了一天的山路你也累了，先喝点鱼汤吧。李哥你吃吧，我吃的真的很少，你对我已经很好了，刚进门都没打我，我已经很知足了。叫你吃你就吃，不许说别的。刘言害怕李丰年生气，立刻乖乖吃鱼肉，不过还是边吃边流泪，楚楚可怜，让李丰年都不忍心欺负他。放心吧，你既然跟了我，我就不会让你饿肚子。好歹我也是个穿越者，脑子里这么多现代的技能，难不成还能在古代饿死？李哥，咱们休息吧，我为你宽衣。这初春的天怎么莫名有些燥热呢？要不然咱们还是分开睡吧。那怎么行？我已经是你的人，怎么能分开睡？要是传出去，村子里的婶婶们该笑话你的，不能让外人寒碜了你。刘言亲自为李丰年宽衣，那破旧的茅草屋，那破旧的木床，顿时不堪重负。次日清晨，刘言正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生怕惊醒沉睡中的李丰年，来到院子里准备劈一些柴。而这时邻居张叔来了。丰年那娃子呢？该不会还没起来吧？要我说，你们小年轻还是悠着点，别弄坏了身体哈。张叔，没有啊，当家的张叔寻你。叔，你这一身打扮要进山吗？这年头光靠种田，农民根本难以解决温饱，所以好些人下田的时候是农民，上山的时候就是猎户。臭小子，娶媳妇了就不能像以前那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得学会照顾家，照顾你的女人。快收拾一下，跟叔进山，山里有好东西。张叔，你说的山里好东西是什么？娃子，这深山里面有盐。李丰年脸色微变，心中却是一惊，盐是朝廷管控物资，还是设军的战略储备？私自贩盐是砍头重罪，民众买盐只能去往官府的盐铺。通常盐的价格是粗粮价格的100倍，有人铤而走险贩卖私盐，私盐的价格低1半，但老百姓还是用不起。李丰年想到这儿，心里已经起了贩私盐的念头。我知道你的想法，放心，叔不会告发你。贩卖私盐是死罪，但只要没被抓住，那便什么罪也没有。很快，张铁头将他带到一处山洞，石壁上和裂缝底下都是散落的白色晶体。这种白色晶体十分细碎，李丰年沾了一点，用舌头尝了尝，顿时喜出望外。李丰年穿越之前上化学课，曾看过盐的模样，淡黄色或者红色、黑色的晶体，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也就是盐的成分。这地方是我打猎发现的，你在这儿采盐，我去看看前几天下的绳套有没有套到猎物。好的，张叔。贩私盐虽然是死罪，但是巨大的利益和生存的欲望驱使之下，也有不少铤而走险的人。穷都不怕，难道我还怕死？李丰年顾不上太多，用力撬下岩矿脉的岩石。半个时辰后，张铁头从林间钻了出来，肩膀上还挑着一只小鹿，这鹿不大，30-40斤的样子。张叔，这鹿真不错，咱们回去分了吃。天色渐晚，李丰年和张铁头赶回了家。当家的，你们终于回来了。你这傻丫头，听张婶子说你去村口寻了我5-6次，
李丰年宠溺地摸了摸头，刘岩瞬间脸红，把头埋低。要知道，这可是封建王朝，对于摸头杀根本没有抵抗力。我家媳妇真棒，还会种菜呢。张婶子家借的锄头，顺便种了一些种子，等过段时间我们就有菜吃了。当家的，你们竟然打到路了？那是人家张叔的，我只是帮他。什么你的我的，这路就当是我给小两口的贺礼，庆祝你们二人大婚。烧水，咱们晚上炖鹿骨。还是别吃了，这要是拿到集市上，能换好多钱粮呢，可不能浪费。怎么是浪费呢？你那么瘦，身体还在继续长，不吃好一点，以后会落下病根。何况骨头不值钱，我们只吃骨头，剩下的鹿肉、鹿皮分开，卖价也不低的。张铁头是半个猎户，处理猎物经验老道。他把鹿骨头剔了出来，上面的肉剔得干干净净。一只鹿剔出一张鹿皮，20多斤肉，10多斤骨头，顺手将骨头放到大锅里去炖。张叔，明天一起把鹿肉卖了呗，我不怎么上集市，怕被人坑。还有就是张叔肯定知道哪里有买卖私盐的地方。丸子，你可想好了？想好了，张叔。好，那咱们明天进城。他从女人裙子上扯下一块白布，然后飞速地放在陶罐上。快把锅里的水倒进去。女人立刻将锅里的水倒了进去，随即男人拎起陶罐，继续放在火上架烤，直到陶罐里的水彻底烧干，才从陶罐里取出了雪白的沙粒。女人用手指沾了一点放到嘴边，顿时瞪大美眸。原来李丰年穿越后搬来从山洞内取的盐，利用现代知识进行了提纯，得到了4斤精盐。次日和张铁头两人再背上昨日上山打到的鹿，拿到集市上准备全部都给卖掉。李公子，你这精盐的品质比官盐的还要好，兴许能卖个高价。叔，品质再好也得能卖出去不是？你想怎么卖？是找贩子还是直接摆卖？找贩子价格相对会低一些，自然是能尽快脱手就行。张铁头立刻明白，带他找了好几个私盐贩子，最终3斤8两盐，以800文钱成交。此次进城，加上昨日山上猎到的鹿，一共收获930文钱。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已经是想都不敢想的巨款。李丰年当即拿出一串钱和一些他留着没卖的盐，塞到张铁头手里。张叔，这是还你借粮食的恩情。李公子，这可使不得，你这给的太多了。张叔，你就收下吧，这些年你和婶子没少帮我，要不是你们，说不定我早就饿死了。我还要买些东西，要辛苦张叔帮我扛回去。你若是不要，下次再卖盐，我就带村西头的猎户不带你了。那行吧，以后有什么活，尽管给叔说。看着手里这一袋沉甸甸的铜钱，张铁头心里下定决心，无论李丰年上刀山还是下火海，他都义无反顾地跟随。李丰年一口气买了太多物品，只能在集市上租辆牛车，两人一路赶着车谈笑风生。而李丰年内心也想明白了一件事，等牛车到家的时候，可是把刘岩给吓坏了，还以为李丰年施了什么妖法。当家的，你这是把衙门抢了吗？瞎说什么呢？这都是卖盐赚的。你怎么还买了细米？这要是换成粗粮，能吃好久呢。你正长身体的时候，每日只吃粗粮怎么能行？那咱们也要节省一点才好啊。放心好了，咱们家以后不会这么穷的。你先去做饭吧，我都饿了。好嘞，交给我吧。李丰年开始整理他的瓶瓶罐罐，这都是制盐所需要的器具。制盐是他发家致富的第一步。在回家途中，李丰年就想好了，因为制盐方法太简单，不能轻易外传，打算雇佣张铁头和村西猎户，每日从山洞内背盐，而他只需要负责提纯就好了。当家的开饭了，您先去吃，我给您倒杯水。哎，你不用这样，端茶倒水这种小事我自己会做。当家的，是不是嫌我怀不上孩子？你千万不要赶我走，我……傻丫头，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的人，我怎么会赶你走？算了，你想做就做吧。两人饱餐一顿，李丰年站在卧室门口，显然有些不知所措。要不今晚我在外面睡吧？我嫁给公子就是公子的人了，既然公子去外面睡，那我也去。这么热情奔放的吗？不是说古代女子羞涩难以启齿吗？你这傻丫头啊！也许是吃了米饭的原因，李丰年特别有力气，一直到下半夜，小院里的喧闹才随着夜深停歇。次日一早，李丰年去找了张叔和村西头的猎户，把他们两个都带回了小院。张叔、孙大哥，我有点事想让二位帮忙，1天1文钱，1个月30文，如做得好的话，我还可以给二位加钱。真的假的？李公子有什么活，你尽管吩咐。可别小看这1文钱，在这个年代，3文钱就能买1斤粗粮，只有每个村子会点手艺的，或者是猎户，偶尔才会有这个收入。二位若是觉得少，日后做得好，我自会给二位涨钱的。不少不少，李公子，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开口。是啊，李公子，我孙田自有的是力气，你尽管实话。孙大哥经常进山，对山里的环境比较熟悉，我需要你每天进山帮我挖石头，1天可以2趟来回，每次不需要太多，30斤即可。等会我带你去挖石头的地方。张叔帮我去山脚伐些手臂粗的木材来，我要在院子里盖一个草棚子，然后架上2口大锅。好嘞，没问题。吩咐完之后，3人便开始忙活起来。李丰年则是带着孙天赐前往那条有岩矿石的山洞，东边的篱笆被张铁头推平，现在一根根的木桩拔地而起，忙得可谓是不可开交。张叔，你干活可真快，
那是，这村子有好几家房，都是我亲手搭的嘞。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和孙大哥帮你搭好草棚子，架起大锅，我晚上要用。当家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你能管账吗？我没上过学堂。这个好办，我会抽空教你的。眼下张叔他们的酬劳，你会算吧？我只是没上过学，但不是蠢哦。当天下午，有李丰年和孙天赐的加入，草棚子的进度很快。到了傍晚的时候，一个简易的草棚就搭建好了。两位叔叔，这是今日的酬劳，感谢你们尽心尽力。这多出来的一个铜板，是公子交代多给的。这公子，您给的太多了。是啊，公子，我们提前说好了酬劳，再多要您的，心里不踏实啊。二位明天如果还想来，就收了钱，速速回去休息好，不要影响明日的进度。多谢公子好意，那明日我二人一定准时来到。送走孙张二人，李丰年找来柴火，准备生火烧水。今晚再煮2缸卤水，应该就差不多了。公子，原来制盐那么简单，那些盐号还把盐的价格定那么高，真是可恶。并非如此，盐号的盐是从内陆海以海水晒盐等方式提炼出来的，而且储藏、运输成本高，定价高也正常。那这些盐，我们是不是能卖好多钱啊？这次应该能提纯出来20斤精盐，差不多有4罐铜板。我帮你集齐了来年的赋税，你该怎么谢谢我？公子，不可以，我前天才新婚燕尔，时间也快，一晃便是一夜。次日，孙张二人早早的来到小院，快来帮忙，把昨天的盐包装好。公子真乃神人也。张叔，以后你负责给县里私盐圈子送盐，记住，你不需要直接卖给散户，只需要把盐卖给盐贩子，最好是倒腾棘手的那种盐贩子。如果可以做到不与盐贩子见面就能交易，就更好了。我明白了，公子，这一次就先带10斤去吧。随即，张铁头出发，孙天赐则是被安排继续进山背石头，而李丰年则是蹲在土灶前，陷入了沉思之中。贩卖私盐虽然能让他迅速积累一小笔财富，但局限性和危险性太大，而且不能正大光明，也无法扩大生产。毕竟制盐过程简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学了去。想要挣大钱，还得想别的安稳法。李丰年想到这儿，眼睛渐渐亮了起来。昨天去县城路过的那家酒肆根本没有什么好酒，我若是将这混酒蒸馏和提纯，不说能做出飞天茅台，那也足以吊打这个时代的酒了吧。说罢，李丰年便起身要找一些特别的工人来做这件事。直到砌完最后一块砖时，泥瓦匠才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不光这建筑造型怪异，甚至一旁的东家也发觉了异常，顺手抄起一旁的木棍，径直的往男人头上砸去。你大爷的，图纸拿反了你不知道啊！李丰年顿感无奈，但又无可奈何，因为眼前这个人是10里8乡唯一一个会泥瓦匠的，名叫刘山。这原本是李丰年打算制作一座专门烧制酿酒器具的瓷窑，因为刘山拿反了图纸，只能将其推倒重新搭建。为了加快速度，李丰年只能多招了几个工人。当天下午，张铁头也从县府回来了。公子，一共2贯1，2100文钱。张叔辛苦了，这一趟没发生什么事情吧？没有，我都是按照公子吩咐，找了好几个买盐的农户，让他们把盐卖给那些小贩，小贩再把盐散出去，根本查不到我们的头上。那就行，以后兴许还需要麻烦张叔帮我在县府带货物回来，要做好准备。愿为公子效犬马之劳。当家的，村长找你。村长可是地方的父母官，还是一村之中影响力最大、最具威信力的人。李丰年连忙迎了出去，到了院门才知道，岂止是村长来了，村长后面还站着一些男男女女的村民。公子啊，听闻你这里招工，您看能不能给这几个娃赏口饭吃？去年冬天隔壁村子就出现饿死、冻死人的情况，老身实在不愿咱们村也出现这样的人祸啊。村长您先起来，我这里暂时要不了这么多人，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在村子大量招工，到时候各位都可以来我这里上工。这次我就先招收10个男丁。既然如此，那就多谢公子了。村长亲自点了10个名额，把其他人都呵斥了回去。这10家男丁，也是村里揭不开锅的那一批人。村长显然在照顾他们。既然有了人手，李丰年打算把草棚子进一步扩大，并且将制盐提纯的工作分别在5个隔间制作，每人分管不同的工序，尽可能的保证手艺不会流传。但相比起来，制盐酿酒厂比制盐厂还要更加急迫。当天收工的时候，瓷窑就被刘山给搭建了出来，顺手烧制了一套小型的蒸馏设备，送走了所有上工的工人。李丰年便开始把发酵好的黄酒进行蒸馏提纯。灶台上架了一口大瓮，瓮口处塞着一根竹筒，把能出气的地方都封住。竹筒连接着一套冷凝装置，竹竿最后流出来便是提纯后的酒，随着滴落的精酿装满了酒壶，整个小院瞬间充斥着酒香。这跟之前的黄酒相比，应该是提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目前大概也就30多度左右。想要更高度数的酒，继续蒸馏第2、第3次，或许度数会更高一些。如果再配上精美的包装，应该能秒杀市场上所有的酒。当家的，时候不早了，咱们早点歇息吧。可能是尝了酒的原因，所以格外卖力。那木质小床时隔久远，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直到后半夜才停歇下来。次日清晨，张铁头着急忙慌地来到小院，似乎发生了一件大事。怎么了，张叔？这么急有什么事吗？今早听说孙家酒肆得罪了权贵，被抄家斩首，不少人沦为奴隶，在牙行里面出售。公子想找懂行的人，或许可以把他买回来。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出发。
刘山大哥，你们尽快把另一座砖窑和瓷窑搭好。公子放心吧，家里这些事就交给我了。李丰年和张叔急匆匆赶到牙行，所谓的牙行就是奴隶贩卖市场，男女老少在这里皆被明码标价，只需付够银两，便可将奴隶带回家任其使唤。几位需要什么样的奴隶、壮丁、女仆、小女王，我这应有尽有。前几天抄家卖到你这儿的孙家9丝闺女还在不在？在的在的，那个赔钱货根本就卖不出去。2位贵客，请随我来。孙家9丝被抄家，孙北殷沦为奴隶，但因为孙家得罪的是县府某位官家，没有人敢买孙北殷回家当奴隶，害怕得罪那位官家，所以孙北殷在奴行也成了赔钱货，没人买不说，还天天倒贴一顿饭钱。孙北殷，有客人要来买你了。求求先生，救北殷脱离苦海，诗词歌赋，无伤算珠，我什么都会。家道中落，父亲被斩首，孙北殷一下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李丰年的出现，简直是灰暗世界里唯一的光。公子，这可是个大家闺秀，你看他卖不出去的，最低价多少？除了我，没有人敢买他回去为奴，放在这死了，你还沾晦气？李丰年早就打听过，孙家得罪的是县府的县尉大人，即使是城内的土豪乡绅，也不敢跟县尉过不去。行吧，那就2两银子。张叔交钱，咱把人带走。出了牙行，孙北殷怯生生地跟在身后，但内心却是满心欢喜。李丰年好不容易进了一趟县府，买了一板车的东西，50斤大米，100斤粗粮，以及许多张铁头认为用不到的东西，这其中就包括笔墨，还有铁矿石、油彩颜料等等。3人推着板车，赶在天黑前回到了小院。当家的，这位是？这是我从奴行买回来的，我只是想让他帮忙销售我们家的酒。李丰年突然有些心虚，毕竟是从外面买了个女人回家，要是放在现代，估计一场家庭伦理大战马上就会上演。当家的你怎么脸红了？不碍事的，男人3妻4妾都很正常。我要是嫉妒你那妾，别人会骂我小气的。更何况你只是买了个女奴，难道你觉得我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小殷姑娘，来，我烧水给你洗洗。小殷为奴，不敢劳烦夫人。公子和夫人能够收留小殷，小殷感激万分。在我们家没有这么多规矩，你也不许行跪拜之礼。这一双膝盖，跪天跪地跪父母，其他人没资格受你一跪。让夫人给你收拾收拾，晚些我有事找你。小殷，起来吧，公子他为人很随和，平时一点都不凶的，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不多时，刘岩带着孙北殷洗漱完回到了屋内。当家的，你们先谈事吧，我先出去了。小殷多谢公子，若不是公子搭救，如今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客套话咱们就不用说了，来尝尝这个。孙北殷接过酒杯，放在鼻尖闻了闻，他那双丹凤眼立刻亮了起来。公子这是如何酿出来的？这酒绝不比送进皇宫的御酒差。你又没喝过御酒，怎么知道它比御酒好？我们家以前是做酒肆的，最是清楚大井的酿酒水平。放眼望去，整个大井王朝绝对达不到公子这酒的层次。那你可有把握将我这酒卖出去？公子说笑了，这酒不仅仅能卖出去，还能供不应求。风水县府有一个封地老将军嗜酒如命，这酒若是让他尝第一口，落下评语，就等同于打上印记，整个风水县的人都会争相采购。公子这酒能量产，它叫什么酒呀？马上就能量产，它叫做十里香。公子若此酒能量产，小殷定能替公子成就一番大业，甚至成为天下第一酒肆。之前陷害你们孙家的人是竞争对手吧？没错，公子。你想报仇，我不拦你，但报仇的时机不是现在。想对付他，就得站到他那个高度，甚至比他更高。你可明白？小殷明白，在没有足够实力之前，绝对不给公子添麻烦。好，我想你已经有出售这酒的计划，你需要多少的量？我今晚赶制出来。只需3瓶，我便能打开市场。若是有更多，我能为公子赚更多银子回来。新婚丈夫往家里领来的女人，妻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给他倒洗脚水，就连平时不让外人进的卧室，也特意腾出空来，自己在门口等候。等2人完事之后，自己才怯惺惺地走进去。公子还顺心吗？明日便按照他的计划去做。原来这个女人是孙家酒馆的千金，前不久被竞争对手陷害，家道中落后被卖到牙行，后来被李丰年买了回来，准备为自己酿造的酒找个销售的渠道。清晨，孙北殷带着李丰年昨晚刚提纯酿造完的白酒赶往县府，他没有去酒肆买卖，而是去了城东的一座府邸前面。贱女孙北殷，素闻金老将军好美酒，家中有佳酿珍藏数年，特来请金老将军稍作品鉴。你这贱奴，可知这是包提将军府，还不速速滚开！给大人请安。我家先生酿了好酒，恰好有雅兴做了一首词，若将军听了，必定心生欢喜。你家公子倒是有心，酒和词拿来，我且帮你呈于将军案前。至于将军喝不喝你的酒，听天由命吧。见管家接过了酒，孙北殷心中大定。来这里之时，他已想过，这一层最难的莫过于把酒送入将军府。只要进了这个府，他心里就有底了。金将军嗜酒如命，他就不信他不动心。风水县府大大小小酒肆都知道骠骑将军唯一的喜好便是美酒，而且酒若能入了他的口，再来几句美言，就等同于落下印记，酒的销量也自然上来了。哟，这不是孙家大小姐吗？一个贱奴也敢搅扰金将军，你不怕被将军一刀砍了？
此人名叫赵钱三，家里也是开酒肆的，此前还是孙家的竞争对手之一。掌柜的，这贱人已经把酒送进去了。什么？贱奴，你竟想蛊惑将军？将军何等人物，怎么可能喝你的马尿？若是将军喝了你的酒，出了什么问题，你10个头也不够砍的。去，把这个贱奴先打20巴掌，不知好歹的东西！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一个不破楼兰终不还！李丰年在得知这位金将军乃是当年戍边御辽的大将之后，便想起这首词，一并雕刻在陶瓷小瓶上。这是哪位大文豪的词？怎么从未听过？能写出这词的人，必定是久负盛名，一代大才呀！金将军现役之时，就在古辽国边境打仗，楼兰古城乃大景御辽第一要塞。可这些年大景日渐国力衰弱，楼兰第一关也被大辽侵占了长达10年之久。老将军这一生都想要把腹地收回，割让土地，是大景之耻，更是他们这些为将者的奇耻大辱。读了李丰年的词，他现在恨不得披甲上阵，杀得楼兰辽兵天翻地覆。将军，这是孙家女奴孙北阴带来的酒，据奴行反馈，孙北阴被一个乡下人买走，这酒应当就是那乡下人弄出来的。能写出这诗词，酒应当不会差。好酒，果然是飘香十里。皇上御赐的御酒都不及得1%呀！赏银100两。不，我要亲自去见见这位酿酒和写词的先生。此情此景，乃当世圣人啊！住手！小名赵钱三，拜见金将军。素闻将军爱好美酒，特地奉上3000佳酿，以表敬意。赵钱三，你敢对将军的贵客动手？自即日起，你们赵家酒肆停业1个月，还不向将军赔礼？是，贱民有罪，贱民不识好歹，叨扰了将军。孙家酒肆愿意拿出1000两银子，贡献给前线作战的将士。你觉得金将军缺你这3瓜俩枣？是贱民唐突，为了前线将士，我愿再捐赠3000两。贱奴拜见将军。那位写词酿酒的先生呢？回禀将军，我家公子尚在10里外金水村，路途遥远，加之他刚刚酿出这美酒，就让我先一步送来给将军品尝。这酒不错，可还有吗？有是有的，只是数量方面现在不多，只要公子酿造出来，奴婢一定第一时间送到将军府上。如果能酿造很多，你们可以卖出去，毕竟这么好的酒，得让我大景百姓也尝尝。如果量少，我府里全收。庆丰，你接待一下这位孙家小姐，有什么需要，尽可能满足。如果可以，我想见酿酒的先生一面。孙北阴脸色大喜，他本以为这酒能有个不错的反响就行，却不料直接惊动了金将军，而且将军府还大力支持，完全超出预料。孙小姐，将军说了，赏银100两，你这10瓶酒就值这100两，日后定价就要上新了。多谢庆丰管家提点。谢过将军府管家之后，孙北阴怀揣100两银子，迅速出城赶回小山村，一路上顾不得歇息，只想快点回到家中。毕竟这一大笔钱足以吸引附近最大的马帮痛下杀手，也足够吸引流民劫道。掌柜的，那个贱人已经出城了，跟着他们，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李公子是何方神圣。查出他们的来历后，让马帮的人去干，做得干净点。区10瓶蒸馏酒，竟然卖了上百两银子。没错，公子，金老将军对您的酒还有诗赞不绝口呢。小燕，这次辛苦你了。小燕替公子应下了和金老将军见面的约定。公子，当时的情况我没办法推脱，请公子知罪。这事不怪你，等下一批酒出来，我便去拜见将军。对了，小燕，你是说刻字的效果很好，那你去协助刘山新烧制酒瓶之前，都刻上那句诗，还有这10两银子，你拿着。公子这万万不可，您收留小燕，不光进门没有打我，还给小燕安排如此重要的任务，已经是小燕的福分与幸运，这辈子无以为报，唯有常伴公子和夫人左右。我赎你回来，便是把你当朋友，你在我这里不是奴隶，我们是平等的，以后你就负责10里香的销售。小燕定不负公子所托。月明星稀，李丰年兴奋的有些睡不着，倒不是因为这100两银子，而是因为自己酿造的酒找到了销售渠道，为日后的做大做强添了3分的信心。当家的小英这丫头不错，要容貌有容貌，要身段有身段，而且知书达理上过学堂，比我要强许多呢。以后当家的生意越做越大，我这点珠算水平太过勉强。当家的要是收了小英，那她就是咱们自己人，财政大权就可以交她打理了。收了她对你有什么好处？当家的，你要让外人议论我小家子气吗？再说了，能纳妾是你的本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别人想纳妾，他还得有本事养着。不说这个了，你小不小？我又不是不知道。春天的雨水润物无声，但房间内传来的木床声显得有一丝突兀。这床真是该换一换。怎么这么久？公子真的这么强吗？想什么呢？他是主人，我是奴，但要是他要求我呢？谁家少女不怀春？更何况面对的是如此优秀的公子。孙北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但殊不知危险也正在悄悄来临。男人将自己绑起来挂在房梁，顺手扔给女人一根皮鞭。来，抽狠一点，你是没吃饭吗？
话音刚落，一鞭子便抽了过来，男人瞬间发出了享受的叫声，而且还越抽越兴奋，甚至还将蜡烛放在脚下，那似烫非烫的灼烧感，犹如猛龙在嘶吼。男人这么做并不是在表演节目，而是因为半夜伙同土匪私闯民宅，被家主发现后绑了起来，而家主为了能够从土匪嘴里撬出背后的指使人，不得已才使出的酷刑。庚子，要不还是把他送到官府去，这年头杀人可是重罪，他这辈子休想再出来。不行，张二麻子跟马帮混在一起，要是得罪了马帮，公子家还有咱们村还活不活了？马帮都是一群穷凶极恶之人，而且每年都会下村收取年度岁粮，哪个村子若是凑不齐，就得拿女人来凑，甚至小女孩也要被掳走。一旦反抗，轻则灭门，重则整个村子都要血流成河。当家的小殷，他流了好多血。李丰年顿时大惊失色。孙北殷在刚刚搏斗的时候，为了保护李丰年，因此后背受了伤。虽然仅仅只是划破了一道口子，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如果感染的话，这也足够致命了。夫人，先扶小殷回房间，再做点吃食，好好补补身子。放心，小殷就交给我吧。李丰年回过头来，脸色便是冰冷下来。他拿起一把斧子，恶狠狠地朝张二麻子走去。你要干什么？你敢！经过这次危机，李丰年想通了，说到底还得是有守护家业的力量，但大井不允许私募兵员，不过招收护卫却是可以的，只是有数量限制，一般土豪乡绅招收的护卫不得超过10个，但是在几百人的马帮面前，10人还不够塞牙缝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战斗力。李丰年眼前一亮，立刻奔向冶炼熔炉而去。在这个工业落后的朝代，府兵和军队配备的还是弓箭，如果能造出机弩的话，绝对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机弩最重要的就是弹力装置，最好的材料是弹性钢材，但以此刻的冶炼水平，根本不足以打造出弹性钢，现在只能用竹子代替了。整整一天，李丰年都泡在后院研制机弩。次日清晨，孙北殷苏醒了过来，刘岩命其多休息会，但孙北殷却不顾刘岩的阻拦，因为酿酒厂的第一批10里香出货了。公子，第一批酒已经全部灌装，一共有40瓶，可以运到县城销售了。那咱们立刻出发，去拜会一下金将军。当家的，穿这个去吧，要不然金将军看到你这身土里土气的衣服，说不定扭头就走了。公子，夫人说的没错，先敬罗衣，后敬人。好，就听你们俩的。我这个糟糕的家伙真糟糕，听你们在这里腻歪，糟糕透了。李丰年驾着装满10里香的牛车，与孙北殷一同出发。临近中午，俩人终于来到县城，不过这次并没有先去将军府，而是走进了一家客栈。公子，你洗漱好了吗？可容小殷进去一叙。进来吧。孙北殷走了进来，见到一袭青衫的李丰年，顿时眼里闪过一抹惊艳。先前粗布麻衣，看不出来自家公子还是个颇有气质的儒生。这也太帅气了吧！不行，正事要紧，虽然眼馋公子，但也得尊重夫人。公子，等下要面见将军，你有什么打算？到时也好让小殷在旁辅助一二。也对，此行若是能打开10里香的市场是最好，当然也要想办法在县城购买一个店铺，长期销售我们的酒，这是其一。其二，得想办法让制盐合法化，老是这么躲躲藏藏也不是办法，迟早有一天会踩雷。其三，小殷，你还记得前几日那个马帮瘪三吗？自然记得，公子。我从张二麻子口中敲打出来，背后指使之人就是当初标旗将军府门前与你有过节的那位赵家酒肆老板。虽然这次失策，说不定还会卷土重来，对咱们的酒下手。要是想办法抓住他的把柄，最好一击扳倒他。公子心思果然缜密，小殷全部记下了。那咱们现在去将军府吗？咱们带3瓶10里香去。由于之前孙北殷已经趟过一次路后，这次去将军府显然少了许多麻烦。想必这位就是李先生了，我家将军有请。有劳庆翁了，这一罐10里香，小小心意，还请庆翁不要嫌弃这乡下粗鄙之物。李小友，10里香可不是粗鄙之物，在县城早已经是炙手可热，只闻其声却不见实物的东西，有价无市啊。原来一经标旗将军府，此酒便如惊鸿，名声大盛，伴随那句收复失地的豪迈诗词，一下子成了前世网红产品一样的存在。小民见过标旗将军。李先生，你好大的胆子！怎么一上来就怪罪？难不成他发现我偷偷制盐了？不知将军何出此言？以后抓到土匪，还是要送往官府。厮杀土匪，此事可大可小，你可明白吗？小民牢记于心。不过我这几日都在想，黄沙白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先生能写出这样豪迈的词，该是个怎样的人？今日一见，人如其名，只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词好像缺点什么，不完整。将军听到的不过是其中半首，这首诗的前半句乃是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好一个孤城遥望玉门关，真是好词啊！这词又怎是人间之人能做出来的？先生大义。将军见皇上都鼻孔朝天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将军，小民前些10日酿出了10里香的新产品，还请将军为小民品一品，这酒如何？那感情好啊！自从喝了李先生的佳酿，再喝外面酒肆的黄酒、清酒，就跟马尿一样难喝。孙北殷立马送上2瓶10里香，左边的是一袋10里香，也是被金将军接连夸赞的美酒；右边是李丰年经过2次蒸馏，酒香更浓郁的2代产品。李先生，你这酒是如何酿造的？实在是鲜酿啊，怕是酿造的难度很大。酿造这一瓶需要多久时日？这老狐狸果然是动心了。
回将军，只3天便可酿3斤美酒。李先生，这酒都允给金某人如何？你尽管酿造出来，我照单全收。金将军也知此酒酿制不易，困难颇多。这一来，小民清贫之身，得靠些产业安身立命。但是这官方对于置业又卡的极严，本想开个言号，却是走投无路啊。其二，金水乡距此县城路途遥远，沿途多马帮流匪，小民又不能私募兵员护卫美酒，也是一大难事。好家伙，这么多条件，看来是在这等着我呢。制盐犯盐，朝廷的确卡得非常严，想要获得资格还是很有难度的。这件事我且帮你记下，运作是需要时间的。当下最紧要的是对抗马帮流匪，若不然10里香就是酿造出来也运不到县府。我且借你2个老兵负责护送10里香，另外我准你组建一支100人护卫队，可携兵刃，但不得附甲。金将军安排管家拿出一枚铜制令牌，持此令牌便可以招募100人护卫队。小民拜谢将军相助，日后小民必定勤加酿酒，送往将军府聊表心意。此番2个老狐狸的心意皆都达成，但唯有一旁的孙北阴听得可谓是云里雾里。李丰年谢过了金将军后，领了2名金将军麾下的退役老兵出了将军府。老兵一个叫赵凯，一个叫周炳，长得十分魁梧，往李丰年身后一站，跟守门口石狮子似的。接下来就是要购买一个店铺，把10里香的牌子挂上去了呀。明明口感极差的黄酒，众人却纷纷抢购，甚至不惜卖了自家婆娘，只为了多囤一些如同马尿的黄酒。到手后，男人们也不喝，而是全装在车上卖给另一家酒馆。公子，恕小音愚笨，咱们为什么要收别人降价的酒啊？4大94不是打价格战吗？那我就低价买入他们的库存，等开于节气9时，再放出咱们的10里香，就能一举击溃他们。看着吧，到时候我要让4大94无酒可用，我要让这风水县能喝得起酒的人喝了我的酒，再喝他们的酒，就像喝马尿一样难以下咽。李丰年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酿造的10里香，经过骠骑将军一番夸赞后，此酒便如惊鸿，名声大盛。伴随着那句收复失地的豪迈诗词，一下子成了前世网红产品一样的存在。而盘踞县城的4大94感受到了压力，第一次心平气和地聚在一起，准备在价格战上彻底击垮李丰年酿造的10里香。赵老板，你不是说这李丰年很容易对付吗？我都打下了价格，可那姓李的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啊。可不是嘛，我们郑家酒肆1/3的库存都卖出去了，这李丰年买那么多酒到底要干嘛？首先要搞清楚姓李的买酒目的何为，清酒也就罢了，红酒时间一长可是会馊的，他既然做这一行买卖，就不可能不知道。我这招动作那么大，堪称这10年来行业的最大手笔，就是神仙也会被逼的无路可走了吧？可李丰年这滑头照单全收是个什么骚操作？他收那么多黄酒清酒，迟早会砸在手里，如若他想要提价销售，我们就比他出价更低。没错，让他一瓶酒都卖不出去。我派去找土匪出山的下人，至今还没有消息，这事情有点不太对劲，还希望诸位尽快从开渔节祭酒陈老那里有所建树。赵钱三口中的陈老是从京都告老还乡的大儒生，祭酒头牌开始争夺之际，各家酒肆会花大价钱请那些才子儒生带上自己的酒去陈林生在县城的府邸，把酒论诗，既是酒会也是诗会，谁的诗词出彩，得到陈老赞赏首肯，就算酒品差些也能登上头牌之列。谁若能登上祭酒头牌，来年1年内就能拿到向风水郡城进贡官酒的资格。然而这些对李丰年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他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时间差不多了，小燕带上那块匾，咱们去找一个人。公子，找谁啊？当代大儒陈林生。小生李丰年求见陈老。今天先生办诗会，暂不见客，还请回吧。小生便是来参加诗会的。李先生，参加诗会要有作品，请问您是作诗还是作词？风水县学士儒生中似乎没有见过这位李先生，该不会是来浑水摸鱼的吧？快滚吧！我背读书人，又怎会在这种地方丢人现眼？我看他也拿不出几句好词来，简直是在浪费时间。你们风水县除了那位李先生写的2句“黄沙百战纯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能上得了台面，其他人写的那些牢骚辞藻简直难以入耳。这不是巧了吗？你说的那2句从军行，正是在下有感而发。李丰年说完话，原本喧闹的现场陡然安静下来。数日发酵，从军行一首诗已经从风水县传达江南道，甚至整个青州府，为无数儒生口口朗诵。原来是做从军行的李先生，我们家先生说了，只要您来，无论何时都可以进去。李先生光临寒舍，简直是蓬荜生辉啊！先生所作那首从军行，老朽活了半辈子都写不出那种悲壮的气势，实在是惭愧。陈老过誉了，在这方面您是前辈，晚辈今日来只是想请陈老给我们店铺提个字，万分感谢。题字的事情咱们稍后再议，我倒是有个论题，相遇便是缘分，不如今日想请李先生一同讨论一下。那小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各位，本次的论题是天下学子为何而读书，引经据典也罢，结合实际也行，只要能让我等皆服，再选出上之道，便是今日诗会得胜者。梅兄，你可有感触？林兄可有高见？倒是有些想法，那我就献丑了。我认为吾辈读书当然是为了考取功名，为朝廷效力，为当今圣上分忧，更是让一家脱离凡俗，一举入仕，成为人上之人。
陈林生蹙着眉头，细细思索，似乎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我觉得是与那些低贱的下人有所区分，尊卑贵贱，古来有之。不，应当是为读书人做个表率，同时也提高我辈读书人对圣贤书的认知理解是意。诸位皆有所悟，就是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什么想法。陈林生看向李丰年，心里也特别期待金将军如此看重的一介白参会有怎样的感悟。此等乡村野夫，我看他不过是会抄几句诗罢了。让他现场讨论读书这般宏大的命题，这不就露了怯吗？实在不行，还是多回去抄几句诗吧。你们这些垃圾有什么资格评判我家公子？我家公子在将军府做的那首从军行，可是得到将军的美誉。你们呢，只知道在这里满嘴粗鄙的喷粪。小燕，狗咬你一口，你怎么能再咬回去呢？晚辈不才，没有想过天下文人为何而读书。不过晚辈却是觉得，读书并非为了自己，也并非为了家族，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老师会繁忙，晚辈实在是不该叨扰，先行告退，来日必定拜会致歉。为天地定下生生之心，为黎民指明一条共同遵行的大道，传承孔孟等圣人不传的学问，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盛世。我辈读书人之最终点啊，李先生是要被载入史册的大儒。公子，你是不知道，那江南道四大才子的表情跟踩到狗屎一样。陈老可是把你比作圣人，他还要将你说的推荐入司州，作为读书人一生为之奋斗的总纲。小音，低调行事。等李丰年回到店铺时，发现后院已经堆满了回收的黄酒，垒起一层一层的，像个小山包。公子，咱们村子产的十里香也有130多斤，分装了200多个瓶子，都运过来了。200多还是不够啊！张叔，你把这里回收的黄酒全部运回咱们村。放心吧，公子，就是背我也全都背回去。小六，你去找一家匠人做几百个灯笼，上面要写上十里香3个字，然后免费为各个店家挂上我们的灯笼。我要整个宁安街和附近最热闹的街道都是我们十里香的灯笼。好的，公子。小燕，你也准备一下吧，咱们十里香3日后营业。查实了，这个李先生买酒是为了在此基础上酿制出十里香，也就是说他的酒是以咱们的酒为原料进行2次酿制。喝着此前大动干戈的跟姓李的干仗，结果却给他做了嫁衣。四大才子那边也栽了，据传此子写出了为天地立心等4句绝唱，在场的文人才子皆为之叹服，没有一个能打的。4位老板此刻满脸黑炭，事到如今，他们已经完全无法阻止十里香爆火的脚步，他们即将面临的将是大井最先进酿造技术酿制出来的美酒冲击，对整个酿酒行业都是颠覆性的打击。男人在路边方便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自己好像尿在了一颗人头上，而且草丛里还隐隐泛着寒光，一瞬间吓得他尿液逆流，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而藏在下面的土匪也被一股暖流吓了一跳，但此刻为了不被发现，只能忍耐让自己保持不动。殊不知自己的伪装早已暴露，男人明白，如果此刻大声呼叫，暴露了土匪行踪的话，自己也可能会一命呜呼。于是他尿完故作镇定地走了回去，直到走出100米开外时，才开始撒腿跑回去报信，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叫：公子，后面有土匪，快跑啊！奶奶个腿的，老子刚才就该一刀剁了那个混蛋玩意。霎时间，所有土匪立刻起身。李先生，你们先走一步，我赵凯可是金将军麾下的兵，金将军叮嘱过，护酒是第2，护先生是第1，若不能护先生周全，还有什么脸面见将军？赵凯说完，完全没有任何犹豫，独自一人提刀冲向马帮，土匪2当家冲在最中间，前面2个马帮手下一人一柄短刀，龇牙咧嘴的朝赵凯砍去。赵凯不避不闪，提刀格挡，同时一脚将一名刘匪踹飞，随即一个转身，用极快速度的挥刀，刘匪的脖子立刻出现一道血痕，倒在地上那位还没有反应过来，立刻就被赵凯补刀而亡。你小子胆真大，敢杀老子的人，老子今天就弄死你！2当家的咆哮一声，带着剩下8人一拥而上，一人砍1刀都足够赵凯去应付。很快，赵凯被绊倒压在地上，2当家的手握柴刀往赵凯脖子就剁了下去。只是下一瞬，一道箭矢就刺进他后背，铁质3角箭头从胸口穿出，柴刀也悬停在赵凯脖子上面持续。谁居然还玩阴的！其他刘匪还没有反应过来，一道道破空声大起，有刘匪反应快，转身看到李丰年拿着一块古怪的木头，一道道破空箭矢就是从中激射而出，洞穿了3个人的胸膛，其中2箭射中2人肩膀，有1人则是中了大腿，6人死了3个，剩下3个也失去了反抗能力。赵凯翻身而起，迅速补刀，留下那被射中大腿的拖到李丰年面前。多谢先生救命之恩，你刚也救了我，咱俩扯平了。这不一样，我护先生是职责所在，先生救我乃大义。对了，先生，你刚刚用的弩似乎跟大井配备的弓弩很不一样，威力要强数倍之多。这是我自己研制的，你有办法让这个人开口吧？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明白，公子放心，这种小事便交给我吧。赵凯从那个活口挖出，背后的指使人正是4大酒肆其中之一的赵家赵前3，缘由则是因为李丰年酿造的十里香抢了原本属于4大酒肆的生意。李丰年等人万幸躲过一劫后，一旁的张叔担忧起来留在县城的孙北阴。公子，咱们十里香酒馆今日开业，你却把北阴小姐独自留在县城，是不是？
不必担心，县府人多眼杂，4大酒肆不敢轻举妄动。况且开业之事，之前小殷家中不就是开酒肆的吗？我相信他一定能处理好的。北殷小姐，这是公子临行前交与小姐的锦囊。小殷，县城竞争激烈，时刻注意各大酒肆动向，一旦遇事不决，迅速派人回来禀报。10里香每日需要控量，只售100瓶，谨记。其二，闯天涯不对外销售，可以采取拍卖的方式，价高者得。同样，每日限量3瓶。公子放心吧，小殷定然不会辜负公子的嘱托。众人走过了凶险的路段，心里也轻松了许多。很快到达了金水村。进村后，赵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因为半山腰处在建设工厂，挖砖窑、土窑、瓷窑、仓库等等建设。怪不得金将军为什么如此重视李先生，不仅酒酿的好喝，文学造诣高深，还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这大景王朝恐怕再无第二个李公子了。李丰年回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工钱提到每天2个铜板，毕竟自家酿造的10里香已经在县城立下了脚，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接下来就是安排酒厂和盐厂的扩建事宜，招工的事自然也就落在了村长头上。赵凯也被安排去招募老兵，毕竟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只有属于自己的力量，才能保护好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娘子，给，这可是我在县城为你精挑细选的哟。好漂亮，当家的，这东西应该很贵吧？我用不着这么贵的东西，当家的还是退了换银子，贴补家里吧。该省省，该花花，娘子嫁给我是我的福分。虽不说让娘子成为天下最美，但别家女子有的，我娘子要有；别家女子没有的，我娘子也要有。当家的，你这每日都在外奔波，这般操劳，我看得心疼。傻丫头，有你这句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黑夜笼罩，久旱逢甘露，小院里的喧闹直到半夜才停息。村长，你们也太早了吧，我还没做早操呢。昨晚上已经商量好了，100人，不多不少。村子里的正常劳力都在这，每家每户少的1人，多的3、4人。还有我女儿上了几年私塾，能写字算数，公子你看看能否用得上？李哥哥，我也想挣钱，爹总说女儿是赔钱货，那我就要挣钱给她看，证明女子也不是赔钱货，也是能养家的，就像刘岩嫂子一样。诗情读过私塾甚好，可以做我的秘书。秘书是干什么的？公子可是去过县府，见过将军的人，说话到底是不一样。诗情能跟着公子是他的福气，公子不要把她当女子，全当男子使唤即可。我知道你们来我这里干活是为了吃上饱饭，为了挣钱，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机会，但在这里也有我的规矩。第一，来上工不许出现打架、欺压、仗势欺人、勾心斗角等现象。第二，做任何事情必须注意安全为第一。李丰年只是说了大概，他打算整理好细则张贴出去，让所有来上工的人遵守。交代完诸多事宜之后，被留在县城给孙北殷当帮手的小六子却突然回来了。公子，大喜事啊！滚！你这模样，我还以为县城出事了呢。公子定价10两1瓶的10里香，第一天就供不应求，500瓶酒，当天早上被抢购一空。公子，你是不知道，咱家店铺面前人山人海的盛况。这一切都在李丰年的预料之内。现在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银子运回金水村，李丰年强烈要求所有银钱一定要兑换成银子，不得使用银票，所以运回来的都是沉甸甸的白银。哦，对了，公子，北殷小姐问如今市场供不应求，后续该如何销售？每日确定10里香500瓶，闯天涯3瓶即可。另外，让他可以进一步摸索市场，把酒售到10里8乡的乡府去。农民没有钱，但那些地主老财钱多着呢。明白了，公子。对了，刚才遇到赵护卫，还带回来了10几个老兵，您去看看吧。老兵，这可是好东西，这你不早说，他们可比白银值钱多了。把女人的腋毛拽下2根，用唾沫捋直放在刀刃上，头发擦过刀刃的瞬间，立刻断成2截，随即又拿起另一把宝剑，用足了力气往下劈去。只听一声脆响，黑刀依旧完好无损，原本劈下去的宝剑，此刻却断成了2截，就连手持宝剑的男人虎口上都被震出了血。公子，这刀牛逼呀！那就送给你了，老顾叔，就按照我这个标准打造150把黑刀。原来李丰年自上次被土匪劫杀后，命赵凯招募了300多名老兵组成了护卫队，既然是保护自己的队伍，那李丰年则是非常上心的研究武器，不仅配备了黑刀，而且每2人还配备了鸡弩，以及每人1柄匕首，就连工钱也提高到了5文钱一天，毕竟是每日在刀口舔血的生计。今天的训练各科目表现的都还不错，不过还是要重点抓弓弩和近身格斗。这些新兵都没经历过战争，训练的再好也只是训练而已，没有见过血的兵终究成长不起来。所以我想搞几次对练，新老兵之间的对练，杀他们的锐气。点子不错，以后他们的日常训练就交给你了。公子，快回村看看吧。怎么，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是县府的金将军来咱们村，正找你呢。他来找我干什么？听闻李先生打造出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特来一观啊！嘿嘿，这老狐狸无事不登三宝殿，闻着味就来了呀。金将军赐我甲丁之符，又在县城帮我多次，我心中无比感激。只是这黑刀锻造非常不易，这数日不过锻造了3柄。若是您想要，我立刻让人取来。不过要想大量装备，还得多等上些时日。你想要，我可以送你，但你若想买来装备你的军队，我这护卫队怎么办？这样啊，那你需要多少人？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能解决的话，一定帮你解决。
原料打造黑刀所需铁矿石甚多，我们需要从县城购买铁矿石原料，只不过每次能购买的量都不多。如果金将军能允许我开采探查到的铁矿，你小子想都别想！采矿需要朝廷的书令，而且在本将军封地采矿，大量打造兵器。你觉得朝廷会放任本将军这么做吗？不过在原料方面，我倒是可以给你放宽，让你的人每日购买300斤矿石原料，还是可以做到的。那就多谢将军了。黑刀一旦打造出来，我便遣人送往将军府。李先生爽快，本将军也不会白白要先生的刀，到时定价几何再谈。当前还有一事，青牛山的马匪先生不得不提防一二，需要帮忙的话，我便调派一支甲卫过来。那倒不用，区马匪不足为虑。这家伙装什么呢？万一真被马匪给嘎了，我那黑刀岂不是无用了？让2月留下来保护先生，先生莫要推辞。2月好酒，只要每天给他1瓶10里香即可。1瓶10里香，那可是10两银子啊，这都够我雇多少个工人了？吃了吗？要不让我媳妇给你做点东西吃？不用。你会功夫？是的。能飞来飞去的那种？没错。能教我吗？不能。会轻功有什么了不起？哼！公子，我们遭遇了马匪，兄弟们有没有受伤的？没有，马匪没有动我们这些人，只是打劫了一些东西和银子。大米抢走2袋，清酒、黄酒共计30瓶，以及10两银子。马匪说这是每次通行需要缴纳的通行费。这些马匪难道在试探我吗？如果马匪要的不多，就先给他们。过段时间护卫队出山，有他们好看的。小六，你们去休整一下。运输队由原来1天1运改成3天1运，减少运输次数，加大运输量。诗晴，你去主持生产工作，需要用到财务的就找你嫂子。2月，我们进山看看护卫队训练的怎么样了。瘪三，不就是这俩蠢人吗？见到咱们这俩货下跪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敢反抗？要我说，直接下去弄死他们得了。这什么计？上次收马到劫杀，咱们可是死了8个兄弟，这次带来100余员，可不能舍。跟上去，看他们进山做什么。青牛山马匪趁着黑夜，小生跟着李丰年前往大龙山。李丰年和2月还好，走的是修整过的大道，青牛山马匪就没这么舒服了，只能翻山越岭，生怕被李丰年发现，也怕遇到埋伏。直到陈二流一行到了大龙谷，藏在西边的大山密林中，看到下方一排排木屋时，一众马匪心里均是咯噔一下。二哥，那是啥？咋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嘞？看这木屋至少能容纳上100员，哪些设施咱们从未见过？快看，有人出来了！黑压压的从木屋出来一群人，训练有素的列队站齐。幸好刚才没有鲁莽动手，要不然对面出动这群人，还不把咱们都包了饺子。军师，这是咋回事？他们该不会发现咱们了吧？应该不会，咱们隐藏的这么隐蔽，李丰年还在里面，擒贼先擒王，咱们下去把他弄来。所有人化整为零，以班组为单位，各小队分散，夜训开始。黑刀用的可还习惯？不错。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人跟踪我们的？他们有多少人？西山村里100余人，你不怕死？有你2月在，几个马匪算什么？这也是检验护卫队的机会，就看他们能不能交一份让我满意的答卷。走吧，咱们也跟上去。站在这里也能看得到。我是想把你带去，也好保证他们的安全。毕竟受伤可以，死人就不行了。他们也是农人，有父母孩子的。2月大有深意地望了李丰年一眼，内心升起了一些敬意。赵凯带着队伍5人一小组分散前进，夜很安静，他身后的队伍也很安静。突然间，他看向侧上方的密林，一手握拳举起，赵凯向左右打手势，所有人当即分成2股，呈战斗队形左右包抄上去。了啊，这地方是不是太安静了点？师爷，您是太久没出山了吧？大晚上的肯定安静，那帮蠢人能算个啥？老子一刀一个。二哥说的对，去年收岁粮的时候，这些蠢人见咱们来都吓得屁滚尿流。箭矢上绑上竹哨，然后又将箭尾缠上油布，随即搭弓朝天上射了出去。穿过火把的一瞬间，箭尾的油布瞬间被点燃，竹哨也被带动的响彻云霄。而分散在各处的队员看到后，迅速向发射处靠拢，短短3分钟的时间，便集结了数百人。兄弟们，土匪就在前面，今天便让他们有来无回。你这想剑的发明倒是不错，这都不值一提，主要是我训练的这批人，你看怎么样？乱套了，左右2翼共计2个班组成员，在杀进去那一刻还能保持冷静，但见了血之后，见了满地尸首，见了凶残土匪拿刀互砍的场面之后，就彻底乱套了。看守好俘虏，各教练员清点各班人数，汇报伤亡情况。你们都是一群猪吗？我真特么想拍死你们！马匪都蠢到被你们包围了，你们还打成这样，我他妈真替你们丢人！打成这样的确不应该。公子，此战护卫队共伤32人，重伤4人，死亡3人，共歼马匪76人，俘虏37人。我操，你们要求也太他妈高了吧！老子这边上百个都完蛋了，你们才死3个，你们还不满意？这他妈什么尿性！
训练时是不是说过教官算什么？你的训练成绩分分钟秒杀教官。是，你们年轻，体能更好，有冲劲。但是在刚刚我看到冲在最前面拿黑刀替你们挡刀子的人是教官，而不是你们这群软蛋。还有人把刀都弄丢了的。我想问问，你们靠什么保护金水湾？靠什么保护妻儿孩子？我早说过，你们不是给我卖命，你们手里的刀就是保护你们妻儿的盾，是守护他们的屏障。若不信，过几日纺织厂、酿酒厂开起来，10里8乡的人都会来这里上工。你们猜猜有没有你们的老婆亲人？公子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可动起手来也太心狠手辣了吧。天亮之后，这些人头全部送到县府领赏钱。护卫队如有人要退出，可以安排到施工队那边。牺牲的成员每人家里10两银子，招录他们的家人来上工。李丰年说完就走了，2月也默默跟上，而赵凯故意让他们待在此处，熟悉战场，熟悉尸体，以消除心中的恐慌。相信这一次试炼能让这群新兵蛋子有心理准备。走吧，这里没人了。你武功有多高？大概这么高。你教我武功行不行？不行。你是怕我学会了超过你吧？公子，今日围剿马匪的事，这是不怪你，毕竟这群新兵蛋子也需要实战的积累，但是要留意有没有出现异常行为或者胡言乱语的人。他们第一次见到那种场面，很可能出现战后创伤应激综合症。啊？什么综合症？你注意异常的人即可。另外，我有2件事交于你去做。第一，我要这风水县乃至郡的地图，地图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你要从这批新兵之中挑选出善于探路、善于伪装、适合斥候的人选，负责打探消息，以及精于射击的、精于投掷的，形成各种火力兵种。再者就是小组组长在每个组中轮流任命，挑选出有领导能力的，考虑以后晋升班长、排长。这2件事都要快。青牛山的马匪应该很快就会反应过来，我们需要尽快在必经之路上布防。是，公子。公子可真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啊！下官拜见金将军，将军近来可安好啊？史大人，你觉得长平公主被劫，本将军会过得好？自从李丰年说出横渠4句之后，当朝皇帝于金銮殿之上亲自将其加入圣学。长平公主读了这横渠4句，内心顿时无比吃惊，于是她微服私访，千里迢迢赶来江南道，在风水县的青牛山被土匪给掳上了山。她想见李丰年的美梦也就此破灭。下官求将军出手，快去解救长平公主吧。你府兵有多少人？青牛山的马匪有多少人？这些你都清楚吗？回将军，府兵共计836人，青牛山原本马匪有将近400，今日一早赵凯赵都尉送来100余马匪，估计还有300出头。只是长江流域水灾泛滥，早在月许前就已经出现灾民迁徙的情况，如今到了风水县一带，青牛山和其余2股马匪都招到了不少人。如今青牛山怕是有上千人，而且盘踞青牛山险壁，上下山只有一条道路，可谓是铁桶江山，府兵根本毫无办法啊。久经沙场的将军听到后也是顿感头疼，府兵加上将军府的私兵，总计也就1300人。府兵不说酒囊饭袋，但都是些没见过血的兵痞子，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真正能打的不过是将军府那400来个私兵，可此地距离江南道数日的路程，等调兵过来，公主早就凉了。金镇远深知，仅仅靠府兵和私兵根本不可能把青牛山打下来。不管如何，这一战必须打，即使送死也得打。此战是打给陛下看的，你明白吗，史大人？卑职明白。武清，你即刻集结府兵，立即出发前往青牛山。得令。庆芳，把我的亲卫都调出来，骑兵先行，步兵随后，迅速开拔。遵命。本将军到青牛山之时，你的府兵要是超过3个小时还没到，你自砍脑袋吧。卑职明白。而就在另一边，李丰年也得知了公主被绑的消息。公子，金将军若是打不下青牛山，肯定会向您求助，毕竟他应该知道您在后山那支队伍。安师傅，纺织车的组装暂缓，让木匠师傅们全力打造机弩的部件，白天一班，晚上一班，轮流打造。施情去通知冶炼房，轮班打造黑刀和箭头，组装轻型机弩。这件事怎么肯定是躲不过去了。李丰年目光落在沙盘上，青牛山当真是一处绝地，说起来就像是一个水桶倒扣，四面绝壁，铁桶江山，上下山就一条道，只要在山道上建好关隘，光靠那些府兵，怕是1年也攻不下来。你看这山，若要你去打，该从哪里下手？在这上山的羊肠小道，只要设下关卡，居高临下，去再多人也只是当炮灰。所以我认为应当启用斩首行动，寻几个青牛山附近的猎户，带部分精锐直接杀入马匪大营，营救公主殿下。2月，我有一种比10里香更好的酒，你想不想喝？有什么事你直接说。斩首行动之时，保住长平公主的命。那你怎么办？我随军指挥，又不冲杀在前，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闯天涯的口感可比10里香更醇厚哦。那好，以后我便喝这个了。你想得到美，只此一瓶，这酒能酿出来的不多。赵凯，斩首行动小组演习立刻展开，但目标不是斩首，而是解救人质。是，公子。
大炮只是发射了1枚炮弹，炮管立刻就瘫软了下来。士兵见状，连忙往炮膛塞了一堆药片，下一秒，大炮立刻哐哐乱炸。金将军，这些山匪占山为王，而且此地易守难攻，咱们炮弹也快打完了，这可怎么办？你们在此地守着，我去想办法。金将军说完，便立刻带着随从直朝金水湾飞奔而去。裘先生，救九公主殿下！将军，我那有新采的西山春茶，要不要泡一壶？这春茶就暂且不泡了，先生，九公主危在旦夕呀！可我这些都是护卫，怎么能上战场呢？顾不得这些了。大景陛下的九女儿长平公主，于数日前被青牛山马匪所劫，现在生死不明。那赶紧上报陛下，派大军来围剿青牛山啊！这事儿不能上报，公主是偷跑出来的。上报那一刻，估计本将军也就完了。前日我的亲卫加上800府兵，在青牛山吃了个闭门羹。他妈的狗土匪，老子非得弄死他们！还请先生速速跟我出兵营救公主，这可是奇功一件。我不过金水湾的一小农民，何敢招惹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马匪？你他妈叫不敢招惹，一晚上就杀了80，活捉20余马匪，还是青牛山二当家的。你他妈是小农民，一瓶酒卖10两银子，日销500-600两现银，这金水湾比县城还热闹。李公子，这是丰水县境内的严引文书。老家伙，早点拿出来不就得了？赵凯，斩首小队集结，轻装上阵，2天的干粮即刻出发，剩余人整装，速速跟上。是公子。我们此行是救公主，先生以为当如何救？简单，把青牛山马匪都干翻了，自然能救。先生有所不知，以青牛山那处的地形，只需100人就可扼守10倍的敌人，这仗也忒难打了。区青牛山，将军为何不直接调兵镇压？无兵可调啊！长平公主是偷跑出来的，其上头是林贵妃。这件事林贵妃肯定知晓，因为我跟林贵妃有些交情，这事便这么按了下来。但终究按不了多少天。其二，今年2河流域爆发大洪水，江南江北2道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这些流民涌向了4面8方，各部各州各道的压力剧增，府兵守卫都严阵以待，控制形势。这数十万人要是动乱起来，可是会出大麻烦的。而今江南道北已经有一股流匪组织起来，多达上万人，为首的赵子义正四处招揽马匪壮丁，已有壮大之势。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难道朝廷就不管？不是不管，朝廷已经拨付赈灾粮饷，可到了那灾民手里，连一碗热乎粥都喝不上，这灾如何赈？而且迄今东部夷国边境正迅速增兵，想来很快就会打国战，大景内外堪忧啊！官道上陆陆续续出现一些衣衫褴褛、挎着大包小包的流民，他们看着飞驰的马车，很是羡慕。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达官贵人连路都不愿走，而他们却失去了养育几辈子的土地，流离失所，四处游荡。青天大老爷，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求求您给口饭吃吧，我愿意世代为奴，大老爷救命啊！停车！先生，公主要紧，这些流民千千万万，是救不完的。更何况你救了这几个，传扬出去，成千上万的流民就会蜂拥而来，到时又该如何是好？李丰年听了此话，神色顿时沉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不待见金振远，冷声说道：“在我眼里，公主和这些人并无区别，公主的命是命，他们的也一样。”李丰年下了马车，将随行的食物拿出来了一部分。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孩子只是太饿了，有点低血糖，喂点馒头热水，很快就能恢复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刘念念。刘念念，你听好了，顺着这条官道再行20里，那里有个金水湾，你们到那处报出我的名字，找一个叫梁诗晴的人，让他安排你们住下以及工作，愿意去的我都会收留。你们有什么受灾的亲戚朋友，也可以通知一声到金水湾去。多谢青天老爷大恩大德，大恩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唯有下辈子做牛做马，还大老爷的恩情。金振远看到李丰年的所作所为，心中十分敬佩。如李丰年所说，那些马匪其实都是大景的百姓，只不过活不下去了才成了匪，这并非百姓之过，而是朝廷无能。李丰年凭一己之力接收了那么多流离百姓，要知道那些流民一旦传散开来，将会有成千上万人涌向金水村，而李丰年也没料到此举后来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金将军，你可算回来了。史长宁抬头看向李丰年，心中大为疑惑，想不通金振远带个娃来干啥。咱们认识吗？史长宁心想，我脸上有花还是咋的？不过对方跟着金将军来，他也不好得罪。不认识，你看那么仔细干嘛？又不是特么的乡亲。然而悲催的史长宁怎么也想不到，李丰年此刻居然想的是如何弄死他。就是他害得孙北阴家破人亡，孙家3个娘，8个兄弟姐妹，还有32个家丁丫鬟的命不能白死。如今孙北阴是他的人，那么这仇也就是他的仇。至于什么时候弄死面前这位笑容和煦的史长宁，日后再说。先生已经看过此处地形，接下来该如何安排？
其实李丰年早就研究过青牛山的地形，随即把计划好的事情讲明白。武清和史长宁听得一愣一愣的，就连一旁的金振远也是略现怀疑的神情。但眼下无计可施，也只好听从李丰年的安排。而另一旁的青牛山土匪此刻也是坐立难安。他妈的，这怎么掳来个公主？老四，你说该当如何？这人放是不放？大哥，这事儿你来定，我去巡视换房。老五，你说呢？大哥，我去拉个屎。真他妈一个比一个没用。关押长平公主的囚笼应该说是个单独庭院，而站在公主旁边的则是土匪郑芳芳的养女郑秋雅。秋雅，你知道你们这有个叫李丰年的吗？听说金水村那边有这么一个李公子，古道出来的10里香美酒是抢手货。我爹他们喝过10里香之后，清酒可是碰都不碰了呢。不知公主殿下要找的李丰年是不是这位同名的李公子？10里香啊，我知道呀，就是那个比甘泉还好喝的美酒，就是那个老皇帝父亲都喝不到几次的酒吗？他长得怎么样？这个嘛，我也没见过他长什么样子。公主殿下，大哥，我们大哥说你不能出这个院子。我不管，我就要出去。两马匪也很无奈呀，他们只能弱弱的跟着公主殿下，心想殿下自己下山了才好。可惜大长腿走的是与下山相反的方向，朝着北面山崖乱石堆越走越近。话说你们寨子这4周也没几个岗哨啊？要这么多岗哨也没用，这上100米高崖还没有人能爬上来。再说就算爬上来1、2个也不够大伙儿看的。俺们青牛山就是天堑，凭那些垃圾伏兵来多少灭多少。就是这儿我小时候都爬过，根本上不来。就在几人说话间，2道箭矢从悬崖下射了上来，2名马匪应声倒地。